卡战争的战胜国阿塞拜疆为何要买枭龙战机？而巴基斯坦又向阿塞拜疆推销了哪款中国导弹？在最近爆发的纳卡战争中，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高加索国家阿塞拜疆可谓是一战成名。虽经各方调解，亚阿双方已经停战，而此时战胜国阿塞拜疆却向巴铁急求枭龙战机。据俄罗斯媒体托布尔报道，在最近几周，阿塞拜疆与巴基斯坦官方正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，双方都派出专家出席研讨会，而讨论的主题可能是阿塞拜疆空军即将收到从巴基斯坦购买的 GF-17枭龙战机。根据阿塞拜疆国防部的声明，首架 GF-17枭龙 Brak-3 战机可能将于今年2月份抵达阿塞拜疆。第二架飞机大约在2022年到2023年交付。目前，阿塞拜疆与巴基斯坦签署了10年内将购买21架 GF-17枭龙战机的协议。这批战机大约将斥资5亿美元，阿塞拜疆将用石油作为支付手段。在纳卡战争中，尽管依靠无人机等战术打败了亚美尼亚，但不可否认，阿塞拜疆方面同样经历了一些损失。战后，双方都需要补充一些战备以恢复。目前考虑到亚美尼亚受到俄罗斯保护，并从欧美那里获得了不少同情分，对于阿塞拜疆而言，加强常规力量上的优势是非常有必要的。阿塞拜疆空军力量主要由米格21、米格29以及苏25等老式俄制战机组成，也需要进行更换。一方面，脱胎于歼七的枭龙战机有着一部分米格血统，对于用惯了俄制战机的阿塞拜疆空军来说，枭龙战机的兼容性以及学习成本都会令他们满意。实际上，阿塞拜疆与巴基斯坦关于这20多架的枭龙战机，其实已经谈了好几年。本来在2019年的时候就要达成协议，但当时俄罗斯希望阿塞拜疆能购买他们的战机，甚至拿出了苏57。不过后来纳卡战争爆发，俄罗斯选择的立场让阿塞拜疆购买俄制战机一事也难以达成。阿塞拜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不错，加上亚美尼亚此前有采购印度的防空系统，因此都使得枭龙战机成为阿塞拜疆最佳选择。此外，还有消息称，在向阿塞拜疆推销 GF-17枭龙战机时，巴铁或趁机为中国导弹带货。巴基斯坦方面正在说服阿塞拜疆向中国购买霹雳12中距空空导弹作为枭龙战机的主要武器。霹雳12作为枭龙战机的主要武器，同时也是我国新一代中距空空导弹，其射程达到160公里，有着专门的外贸版本，可以用来针对亚美尼亚军队中的苏30战机。央视惊现熟悉的宣传手段，新的幕布下面究竟隐藏了什么？2021年我们又将迎来什么？近日，在央视的军事节目中出现了2幅这样的画面，两幅画面中都是聚光灯下一块红布盖着2个未知的物体，而上面配的文字便是2021我们期待。不过很多网友一眼就看出红布下面是什么了，因为这样的宣传我们已经很熟悉了。时间回到2018年，当时中航工业发布的宣传片《大国起飞》中就有类似的一幕，也是有一块幕布盖着一个神秘物体，上面配的文字是 The Next。 从轮廓来看，幕布下的神秘物体十分像美军的 B2 隐身轰炸机，如今央视的宣传也是异曲同工之妙，其中无疑蕴含了巨大的信息量，自然将网友们的热情给调动起来。至于这次央视放出的2个神秘物体究竟会是什么，其实也很好猜，就有网友打趣到轰20何时下水，003何时首飞。在去年的时候就有消息称轰20可能将在11月珠海航展上亮相，不过后来我们知道因疫情的影响，2020年珠海航展取消了，因此轰20亮相的悬念也就被带到了2021年。再来说说第2个画面，从轮廓中可以判断下面是一艘航空母舰，考虑到时间点，这就应该是我国的新型航母了。
根据网上的消息，目前在江南船厂中有一个大家伙正在建造中，而从一些卫星图来看，目前这个大家伙已经完成合拢，这意味着在船坞的建造进入尾声，并且可能在今年下水。当然，我们知道这个大家伙就是我国的第3艘航母，同时也是我国第2艘国产航母，而民间给它的代号也就是003。根据外界推测，这艘新航母的排水量至少能达到85000吨，这可比65000吨的辽宁号航母以及山东号航母都要大，可以说是最接近美国核动力航母的航空母舰。除了体积上更大，我国的新型航母还将会采用电磁弹射系统，这套系统已经在陆地上完成了验证。如今央视的宣传也契合了很多人的想法，或许就在2021年，重磅消息真的要来了。工信部发布的稀土新政为何被视为打出王牌的重要一步？中国稀土将如何左右中美之争？近年来，中国经济强势崛起，而美国则一直担忧自己主导全球的地位被挑战，于是中美关系经历自由落体式下跌。美国如今在经济、政治、科技、军事等各个领域都针对中国实行激进政策，如何对美国的霸道行为进行法治，也是我们一直所讨论的事儿。而其中不少声音认为，我们可以打出稀土王牌，给美国卡脖子。而如今稀土新规来了，针对性就很明显。1月15号，工信部网站发布了稀土管理条例。条例指出，今后从稀土开采到加工环节要加强监督，并且设定总量指标。而这样一份规范国内稀土生产的文件，被视为对外打出稀土王牌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为何？稀土资源是我国占绝对优势的重要自然资源，不仅在于我国拥有丰富的稀土储量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稀土生产链，以及全球唯一能分离17种金属元素的稀土加工技术。中国是全球主要稀土加工国，像美国近80%的稀土需要从中国进口。而稀土又是支撑美国高新技术以及军事工业的重要基础，像美军的 F-35战斗机、激光制导导弹等等武器装备，都必须有稀土才能研制。因此说，中国稀土能给美国卡脖子，一点也不为过。实际上，这也不是咱们第一次出台新规来限制稀土的开采与出口，但却遭到西方的针对。在2013年的时候，美国、日本与欧盟还将中国告上 WTO， 理由是中国不应当限制稀土的开采与出口，这样会加剧不正当竞争。结果就是自2015年之后，中国被迫取消稀土出口限额管制。然而，稀土定价权长期掌握在美日手中，中国仅能出口大量廉价稀土，只会越来越亏损。因此，要打赢稀土战争，首先得稳定内部。既然现在美国人要把不正当竞争直接摆到台面上，也不给你留什么情面，那么趁此机会，我们把过去没有解决的稀土问题给趁势解决掉，也不失一良策。此项规定实行后，稀土的出口也就受到我们的掌控。就像有网友所言，既然美国人想要把导弹扔我们头上，那不给美国导弹留有1克中国稀土。的确，要是美国敢剑走偏锋，这也是一个好的对策。